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江曼薇嫁给爸妈选的结婚对象，却在30年后发现自己的丈夫家外有家，就连她亲手养大的养女，也是丈夫情人的女儿。惊天的真相让她情何以堪。那是30年后的某天，一个阳光正好的上午，江曼薇提着大包小包来到女儿住的小区，正要敲门，却发现门是虚掩的。她以为家里出事，慌张地推开门，却发现了让她诧异的一幕。丈夫王柏川和苏佳瑶正在沙发里坐着，他的眼神柔情似水，好不亲昵。而女儿王禾苗挨着他们坐着，一口一个爸妈，一家3口的既视感让江曼薇眼睛瞪大，整个神色都变呆了。你们谁给我解释一下？看她突然出现在客厅，王禾苗先是一愣，才笑着打岔地说：妈，这是我爸的朋友，听说我胃口不好，特意送一些他当地的特产。朋友能好到握紧手吗？王柏川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江曼薇并不傻，女儿的几句话就能糊弄住她。相反，王柏川和苏佳瑶的事，她在30年前就早有耳闻，只是当年公婆极力表示反对，两人才不欢而散，而王柏川也才转身娶了自己。想不到时隔30年，他们竟又聚在一起，还是根本就一直在一起。苏佳瑶一脸惬意地望向他：嫂子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来送东西，现在就走，你们千万别因为我而吵架。他正要走，却被王柏川握住小手：瑶瑶，已经纵容他这么多年，是该说出真相，我们才是最爱的人。可是你和他才是夫妻。苏佳瑶绿茶味十足地说。王柏川苦涩一笑：我跟他只是办了婚礼，结婚证都是假的，当年你和我领的结婚证才是真的。也就是说，这30年来是他抢走你的一切，女主人、母亲以及你的丈夫，现在是他该还回来的时候了。爸妈，我是你们的女儿，就该让他离开，我们一家3口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王禾苗也抱住他们，一家3口别提多有爱了。而站在原地的江曼薇才更像一个闯入者，格格不入，还惹得所有人嫌弃。她苦笑地望着他们：我没听错的话，王禾苗是你们的女儿，你跟我是假的结婚证，那我还想问你一句，当年给我母亲治病的钱是你出的吗？那钱是救命稻草，也是他这么多年一直任劳任怨跟王柏川过日子的关键，虽然不爱，却也是相敬如宾。当然不是，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。听了王柏川的话，江曼薇只觉得心在刺痛。原来她一直认为的幸福生活，全都是一场泡沫。就连她养了25年的养女，竟也用嫌弃的眼神望着她，自己是有多失败呀？王柏川眼见她情绪不对，凑近的一笑：江曼薇，既然你都看到，那就乖乖的离开。不过在我爸妈那里，你该知道如何隐瞒，不然你爸妈那里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自始至终，他都只会一招，那就是妥妥的威胁。江曼薇抬手给他一巴掌，觉得不解恨，又连着打了几巴掌，才终于笑了：王柏川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对了，咱俩的结婚证是假的，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了。不过你想让我替你隐瞒，好让你们一家3口继续享受这份温暖，真是痴人说梦。王柏川，我会把你跟苏佳瑶的事通通告诉公婆，
还有你单位的领导，你就等着被审判吧。一个副处长身边藏一个情人30年，还跟情人有一个女儿，而跟自己妻子却是名副其实的假结婚。这样炸裂的消息，分分钟就能毁掉王柏川。江曼薇最后望一眼自己拿来的保养品，苦涩一笑，无力的想要离开这里，却被苏佳瑶扯住衣角：“你不能走，不想让我走，你能困我一辈子，还是你敢杀我？如果不能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我都会亲手毁掉它们。”这冷漠悲凉的语气让苏佳瑶微微一愣，但接着就轻笑一声：“我就算杀人，也不会有人治我的罪，因为我有精神疾病。”说完，苏佳瑶就将他扯到阳台，因为是新房子，所以还来不及封阳台，两人就这样在冷风里吹着。苏曼薇肆意地笑一笑：“苏佳瑶，我终于知道公婆为何打死也不让你嫁进王家了。你精神有疾病，这是有遗传的可能，难怪王和苗小时候一发高烧就会惊厥，原来是拜你所赐。”这话一出，直戳苏佳瑶的肺管子。她本想先吓唬一下，现在恼羞成怒，让她失控地将人儿直接推下去。看着直线落地的人儿，已经被摔得血肉模糊，苏佳瑶吓得瘫坐地上：“我杀人了，这怎么办？”王柏川看一眼女儿何苗，给救护车打电话，就说你妈失足掉下楼了。好，我这就打电话。安排好一切，王柏川温柔抱住苏佳瑶：“瑶瑶，她是自己掉下楼的，与你无关，别吓我好吗？”百川，这样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？他小脸哭成泪人了，满心满眼都是对王柏川的关心和爱。他笑着摇头：“你先去屋里躺会儿，一切交给我处理。瑶瑶，你要明白，我永远最爱的是你。”江曼薇在死后听着他们的甜言蜜语，只觉得万念俱灰，但她心里不服气，如有来世，绝不让悲剧重演，也绝不让他们好过一点。她以为自己的身后事，作为名义上丈夫的王柏川一定会全权处理。然而恰恰相反，江曼薇的尸体已经躺在医院的停尸房3天，她的娘家人和婆家人都没有人踏足一步，反倒是30年未见的故人周俊胜不辞辛劳地从外地赶回来，包办他的一切身后事，让江曼薇终于可以入土为安，有一个安身之地了。在办完葬礼的当天，所有人都走了，唯有周俊胜一直没有离开，守在他墓碑前，竟黯然神伤地叹气：“如有来生，希望你能过得幸福安宁。”江曼薇也觉得奇怪，他竟能听到他的心里话，正要出声安慰他，这才发现自己说话没有声音，就连伸手都不能碰触到他。原来人死后真如灯灭，阴阳两隔，想要跟故人告个别，也是一种奢望。周俊胜望着墓碑苦涩一笑：“江曼薇，我不会让你死得不明不白，他们该欠你的，我来帮你讨回。”还有，他竟欲言又止了，犹豫许久，才听他柔声说：“江曼薇，如果当年我可以更勇敢一些，把喜欢你的事告诉你，或许也就不会错过这30年。”江曼薇知道自己碰不到他，只能干着急地来回转圈，还吹冷风，想要引起他的注意，却终是徒劳。最后，他的身体竟变得渐渐透明，终是消失在这片空寂地墓地里了。爱他的人还在伤心，可他却再也听不到一句情话。这或许就是人们说的
生离死别，阴阳相隔，才是人生最大的痛。在睁开眼时，江漫威许久才敢相信，自己这是重生了，还是回到30年前。他结婚的前1个月，一切都能挽回。如果不想继续前世的悲剧，那就只能自救了。微微，你终于醒了。他看一眼自己的母亲，温柔一笑：娘，我就是吃了没煮熟的蘑菇，现在没事了。吓死娘了。微微，你没事就好，先喝杯热水，娘有话要跟你说。江漫威乖巧地喝着娘刚冲好的红糖水，温热正好，还甜丝丝的，让他苦涩的心终于暖了几分。微微，你在昏迷的这几天，你爹已经答应了王家，想让你年前就嫁过去，这样一来，你就能回城里生活。爹娘对你这么好，你以后日子好了，可不能忘了娘家。他笑着点头：娘，你身体不好，只要我能嫁给王伯川，你就可以去医院治病，而弟弟也能继续读高中，而咱家的房子也能在明年翻新一下，百利而无一害。我愿意嫁给王伯川。你能这样想，娘就放心了。不过你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还要下乡当知青，若是靠着王伯川能够回到城里，在镇上的学校当个老师，那也是你的福气。你说呢？娘，我想先回知青点，王伯川也在那里，我不想别人跟他太亲近。一听这话，他娘立马点头：那让你爹骑车子送你。微微，你能这样想，娘真的替你高兴。娘，能嫁得好是每个女人的愿望，不过如果王伯川背叛了我，娘还要我嫁过去吗？那自然是不想让你再嫁过去。微微，是不是他对你不好？母女连心，当娘的还是心疼女娃的。江漫威安抚的一笑：娘，我只是说，如果万一王伯川背叛我，别的人可以拿钱帮咱们家，你愿意我嫁他吗？他想要探探家里的口风，毕竟跟王家退婚不是一个小事，如果得不到家里人支持，他很可能腹背受敌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他娘安慰地拍下他后背：微微，娘是希望你过得好，咱家太穷，好不容易供你一个大学生，只想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但绝不是要卖女儿。如果王伯川真的做对不起你的事，我们只是跟他订婚，自然不能让你再跳进火坑。只是你爸，说到当家的，他娘微微叹口气了：娘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娘俩刚说完，江漫威的爹就推车子走过来：微微，爹一会儿要去城里一趟，你自己回知青点吧。孩子他爹，微微还生病，你让他自己走回去，啥事不能送完孩子再去办。他爹叹口气：你生病要住院，我正好借到一笔钱，现在不去拿钱，难道等着人家反悔？微微，要不爹先送你。江漫威摇摇头：爹，你先办正事，我自己可以走回知青点。从家里走出来，他有气无力地走在路上，正想在路边树旁歇一会儿，就看到由远及近，一个骑车子的男人朝他这边来了。定睛一看，竟是周俊胜，让他泛白的小脸闪过一丝喜悦。周俊胜，是你，好久不见。他笑着打招呼。也没多久，你晕倒前是我送你回家的。他憨憨地说：那你就好人做到底，送我去知青点呗，但你要是有别的事，我也可以自己走回去。他并不喜欢强求，但这样的以退为进，
更让男人无法抗拒。周俊胜微微一笑，这有啥难，都在一个村里住着，能帮就帮。而且我听我娘说，你是知青里边唯一的大学生，还经常帮他念信，我帮你也是还人情了。那除了人情，还有别的吗？他坐在车子后面，低声问。周俊胜被他追问，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，因为背着身才不会太尴尬，假装淡定地回答：你是大学生，村里飞出去的金凤凰，是个男人都会欣赏你，我也不例外。江曼薇嘴角一扬，伸手抱住他的窄腰，让周俊胜明显身子一颤，脸颊红得发烫了。这路太颠，我怕自己摔下来。他笑着解释：刚下过雨的路确实不好走，你要是觉得颠得难受，我就下车推着你。他点头：好啊，正好咱俩多说一会儿话。这波撩拨，周俊胜脸红到耳根了，忙低垂下头，闷声地往前赶路了。到村头了，江曼薇从车后座跳下来，淡笑地盯着他，伸手帮他擦净额头的汗珠。周俊胜，今天谢谢你了，改天我们还能再见吗？我怕你会被人误会。周俊胜为难地说。毕竟在村里大家都知道江曼薇是王伯川的女朋友，两人还刚刚订婚，听说年前他们还要结婚，自己就算喜欢江曼薇，也不能做傻事，最好把这份不该有的心思永远地埋在心底。爱一个人儿，并不是非要得到他，能够默默地守护着他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江曼薇踮起脚尖，凑在他耳边低语地说：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喜欢我吗？犹豫片刻，他才木讷地点头。喜欢就要说出来，不然错过了，或许就是一辈子。周俊胜，我也喜欢你。他说完，在俊脸偷亲一下，才羞红脸地退回来。两人四目对视，良久，周俊胜才低哑地开口：江知青，你的话我当真了。周连长，我等着你来娶我。刚说完这话，就看到一个黑影。江曼薇在看清后，虽然不愿，还是走进了王伯川。我都没事了，你还特意来村口接我。周俊胜，你也在。王伯川将他护在身后，才望向了周俊胜，眼神里的防备让他浑身不自在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待他走远了，王伯川才眉头一蹙地开口：你可要离他远点，听说连初中都没读完，就去部队当兵了，一看就是没水平的糙汉。王伯川，我昏迷这几天，你去家里看我了。他笑着岔开话题。知道你食物中毒，我第一时间送你去医院，幸好救治及时。微微，你可知道，当时把我吓坏了。他装出心疼的眼神，想要抚摸她的小脸，却被江曼薇借着看风景躲开。王伯川，我听他们说，你在跟我交往前，有一个十分喜欢的白月光，是有这回事吗？没有，微微，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。他温情地想要抱她，本想躲开，却被堵在树旁，让他只能被动地接受他的拥抱。不过是轻轻一碰，江曼薇就推开他。王伯川，我同意跟你结婚了，不过要在年后，我想跟爹娘过最后一个年。好，我听你的。王伯川心里也暗暗窃喜，这样一来，他就能跟苏佳瑶多一些时间约会了。虽然父母极力反对，但他心里只爱苏佳瑶，表面娶江曼薇，只是给外界和父母一个交代，仅此而已。从村口回来，
王伯川就去老乡的宅子，偷偷跟苏家瑶约会。两人情到浓时，他才温情地说：“瑶瑶，你有了我的孩子，我是不会辜负你的。可你还要娶江曼薇，男人的真情不过是说说而已。”他委屈地叹口气：“瑶瑶，你要相信我，这只是向曲线救国，为了跟你更好的相爱相守。”王伯川痴情地吻上她的唇角，两人又一次沉沦在这份爱里了。几天后，江曼薇偷偷把未来公婆从镇上接过来，想要在他们的见证下给王伯川一个意外惊喜。结果一切准备好了，王伯川却带着女人回家，抹黑的跟怀中人儿拥吻，让在里屋的3个人直接没眼看了。王伯川的父亲猛地撩开布帘子，吓得他们两人直接推开彼此，把苏家瑶胆怯地往后缩：“叔、婶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王伯川：“是我把叔叔阿姨接过来，想要给你一起庆祝生日，结果竟看到这一幕。”说到最后，他把手里的东西重重地丢在桌上，眼眶竟突然泛红了。“江曼薇，你是故意的！”王伯川不悦地低吼。“我倒想问一句，他是谁？”见两人正在争执，王伯川的母亲扫一眼苏家瑶：“你走吧，以后不许再勾搭王伯川，不然你的那些事我就全部给你宣扬出去，让你再也抬不起头来。”“阿姨，我想走的，可是百川舍不得我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现在就消失。”苏家瑶最后看一眼江曼薇，哭红眼的转身要走，却被他喊住：“苏家瑶，你在18岁时就犯过一次病，今年你24岁，前前后后已经犯过3次病，我没有说错吧？你竟然调查我！”苏家瑶脸色煞白了。江曼薇无辜的一笑：“这还需要调查吗？”他顺手将一张病历丢在了桌上，这是两人情意浓浓时不小心掉落在地上的，而刚好在几天前被江曼薇给凑巧捡到。本来还犯愁如何解除婚事，现在一切都迎刃而解了。“薇薇，这个女人有精神疾病，我们是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的，所以叔叔阿姨会一直站你这边。”王伯川的母亲温柔地在安抚他。江曼薇苦涩一笑：“叔叔阿姨，你们对我是很好的，可是既然看到这一幕，我很难当啥事也没发生。定亲的彩礼我会在3天内退给你们，婚事就此取消吧。”“薇薇，你先别走。”王伯川的母亲想要去追他，却被儿子拽住：“妈，你让他走，哪有婆婆哄儿媳妇的？”这时门外站了零零散散几个人，见到王伯川看他们，都趁机溜走了。一定是刚才的争吵把附近的村民引来，想来过不了几天，关于他的事就会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了。与其过后难堪，倒不如就娶了苏家瑶，也省得他整天违背良心的演戏，不光自己累，对苏家瑶也是一种伤害。“爸妈，既然事已至此，我打算娶瑶瑶。她有精神疾病，这是会遗传的，而且他妈是别人的小三，这样的娘家会影响你以后的事业。”王伯川的父亲气到脸都绿了。王伯川望着哭着跑出去的苏家瑶，一脸坚决地看向父母：“爸妈，我可以不要孩子，也可以不要事业，但我不能再辜负瑶瑶。”“那好，既然你做出选择，那就再别进王家的门。”王伯川苦涩一笑：“爸妈，
我就是不靠你们的关系，也能混出人样，到时候你们会接纳瑶瑶的。他说完，就匆匆去追苏佳瑶了。入夜，趁着天黑时，江曼薇悄声来找周俊胜，打开门，两人对视后，他单手将他扯进院子，关了门，才压低声音地问：我听村里人说，你跟王伯川退婚了。他笑着点头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是他欺负你了？他紧张地问。江曼薇苦笑地迎上他眸子，我亲眼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而且当时未来公婆也在，脸面实在兜不住，我就一气之下把婚事给退了。怎么瞧着你不开心？他狐疑地问。周俊胜微顿一下，才低声解释：你受了委屈，我在替你不平，我若是现在笑，岂不是趁人之危了？更何况我喜欢你，是想让你幸福，而不是看你吃尽苦头。即便是你提的退婚，在村里也少不了风言风语。你在心疼我？他感动的眼眶湿润了。周俊胜深吸一口气，拭去他眼角的泪，别哭，眼睛会肿的。他扯一下他衣角，周俊胜，你说喜欢我，这话还算数吗？他木讷，脸红的点点头。你知道我的家庭，王伯川给的彩礼早就被我爸拿去交住院费和给我弟弟交学费，你能？他话才说一半，就见周俊胜点头。我可以给你钱，你要多少？800。我这有1000，你都还给王伯川。周俊胜把一沓钱递给他，看来他是早就准备好的。江曼薇接过钱，你猜到我会来找你借钱？他摇头，这钱是我给你的，江曼薇，我是一个糙汉，除了留点钱养活老娘，在部队管吃管住，基本没机会花钱，所以这钱留我手里也没用。他感动的一笑，那就当你给我的彩礼。你这次休假要待多久？还有半月就要回部队。江曼薇在心里盘算一下，才又说，那我回家里说一声，就跟你一起走。周俊胜，你会娶我的对吧？我当然想娶你，只是我怕你跟我受委屈，毕竟……他话说一半，就被江曼薇用手捂住嘴。我是一个大学生，但我爸妈和弟弟都需要我们来帮扶，也可以说是无底洞。我害怕你嫌弃我，毕竟有一个生病的母亲，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弟弟，这样的娘家，一般的男人都会被吓到。就王伯川那样的富裕家庭，在婚后的30年，也时常抱怨不该娶有吸血鬼娘家的江曼薇，从给母亲看病，到给弟弟盖房子拿学费，到后来的给父母养老，几乎是花光江曼薇的所有积蓄，就连婆婆给的首饰和钱也都贴不进去了。这也是王伯川一直瞧不起江曼薇的地方。周俊胜安慰的一笑，你父母养你不容易，还借钱供你读大学，就算是让我一辈子养他们，我也心甘情愿，因为他们把这么好的你给我，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。听他情话，江曼薇感动的眼泪婆娑，她主动踮起脚尖，在俊脸亲一下。周俊胜，你这么好，我甘心情愿嫁给你。两人又说一会儿话，周俊胜趁夜色送她回家。到门口，江曼薇扯一下他衣角，周俊胜，未来婆婆那里，你帮我多说些好话呗，我可是想跟婆婆处成母女。好。周俊胜捏紧她的小手，才压低声音地说，江曼薇，要不你打我一巴掌，我咋觉得像是做梦？江曼薇笑着，在他大腿上掐一下，是做梦吗？他没有吱声，
而是单手将她扯进怀里，低头亲吻上粉唇，才脸红深情地说：“能这么抱你，感觉真美，以后会更好。”望着他走进院子，周俊胜的一颗心仿佛也跟着飘远了。活了28年，在这一刻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人。3天后，江曼薇一大早就骑车子回家，大老远就瞅见了父亲，正站在门外等他。父女俩对视一眼，他爹先开口了：“薇薇，听说你要退婚，这到底咋回事？”“王伯川来咱家了，现在还在呢。薇薇，我给你娘交住院费，这钱可是退不了，你可不许胡闹。”他爹着急地说：“爹，彩礼我自己退给他们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，只要我们俩能给咱家盖房子，帮弟弟交学费，你就没道理反对吧？”一听这话，他爹顿了许久，才低沉地说：“我就知道女娃读书多了，早晚会出事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想嫁谁？”“周俊胜。”“他可是村里最穷的一户，一个臭当兵的，能配得上你？爹供你读大学，可不是让你去扶贫的。”他爹气得脸都绿了，一个劲地用旱烟杆子敲着石头，刺耳声音让江曼薇微皱眉头：“爹，不管我嫁谁，我都会顾着娘家。你要是反对我嫁给他，那我就在你面前一头撞死，让你人财两空。”为了能嫁给周俊胜，他也只能犯浑一次了。你竟敢威胁你爹！江曼薇，你刚才说的可算数？爹，这是周俊胜给的1000块钱，800我还给王伯川，剩下200都给你，你总能相信了吧？看到真金白银的钱，江曼薇的爹终于挤出笑了。我觉着是王家犯错在先，就不能把彩礼全退了，给他们一半就不少。江曼薇把钱握紧了，才看一眼他爹：“这钱我必须还给王伯川，这辈子我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的牵扯。”说完，他就大步走进院子了。看着背对自己的王伯川，他轻咳一声地走近：“你来找我是为了彩礼吧？薇薇，我要跟苏家瑶去外地做生意，这800块钱对我们很重要。”他伸手想要接钱，却被江曼薇缩回手了。“王伯川，这钱我可以给你，但你要写一个收条，不然万一你爸妈问起来，你来一个死不认账，那我岂不是要给双份的钱？”“好，我现在就写收条。”王伯川接过纸笔，在上面写好收条，又在最后签上他的名字。江曼薇看过无误了，才把钱还给他。“王伯川，你确定为了苏家瑶放弃现在的一切？按照你的才学，以后做个副处长也有很大可能，真的不觉得可惜？”他释然的一笑：“江曼薇，爱情和面包本来就不能同时拥有。我既然选择了瑶瑶，就有信心给她幸福的生活，而且她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不能丢下她不管。这么听来，我只能祝你幸福了。”他苦涩一笑，此时此刻才觉得王伯川真是痴情的够傻了。王伯川把钱收好，才淡淡的看他一眼：“江曼薇，我听说了，你现在跟周俊胜走得很近，离开我就勾搭上他，你觉得以他的能力能养活你们一大家子？”江曼薇后退一步，隔开两人距离：“那你跟苏家瑶在一起，就觉得是幸福？”王伯川被堵得哑口无言，只能尴尬的一笑，转身走出小院了。把他对走，江曼薇就进了屋，正收拾自己衣服，就看到母亲站在门外：“娘，
有话你进来说。你真要跟周俊胜？他笑着点头。母亲微顿一下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银镯子。娘没有值钱的，也就这个镯子，还能拿得出手。这是你姥姥留给我的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娘，银镯子我不要，你留着给以后的弟媳妇。说完，江曼薇从口袋拿出一些钱，不多，但是她的一份孝心。我这一次走，还不知啥时候能回来，你跟爹照顾好身体，等我稳定下来，会定期往家里汇钱。微微，娘怕周家小子不能照顾好你。娘，他对我很好。母亲犹豫半天，才开口：微微，若不是娘家拖累你，你应该嫁得更好。江曼薇笑着抱住了母亲。娘，我能嫁给周俊胜，就是我最幸运的事。从家里出来，他就往村口走了，那里有周俊胜在等他。两人商量好，今天就坐车回部队了。未来的日子无法预测，但在他心里是期盼的。毕竟此生嫁给了上一辈子埋掉他的男人，应该差不了。坐一天车，终于来到部队大院。江曼薇慵懒地伸下胳膊，就看到灼灼的眼神，脸颊一红。你看够了吗？周俊胜收回视线，淡笑地摇头。你是我媳妇，一辈子也看不够。微微，让你跟我来吃苦，难为你了。他笑着把行李丢给他，温柔地扯一下衣角。周连长，有吃有喝，还有地方住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而且等我明天去学校报到，就有一份养家的工作，婚后的日子不要太美好了。你真的这么觉得？他点头。部队分配的房子宽敞明亮，而且托你的福，我还能在部队学校工作。周连长，你真的很忘我。江曼薇笑着环住宅腰，凑近胸口靠着，听着砰砰的心跳声，嘴角微微一扬。周连长，生活需要经营，而你给我的已经是最好的生活了，我还有啥不满足？可我听说王伯川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在外地买了小洋楼，还办了盛大的婚礼。如果你嫁的是他，或许比现在过得更幸福。江曼薇握住他的手，一脸痴痴地迎上他眸子。周连长，你这么说是反悔了吗？我可是告诉你，你想反悔太晚了，明天就跟我去领结婚证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两人相视而笑了。周俊胜望着他，兴冲冲走进院子，薄唇一笑。此刻幸福终于具象化，他真的娶到江曼薇了，总觉得美得像是一场梦。婚后半年，周俊胜从部队回来，就看着江曼薇在厨房里忙活，忙丢下公文包，走上前帮忙。微微，你去一旁歇会儿，我来做晚饭，而且今晚喝一杯，咱家有喜事了。喜事？他边在切菜边点点头。江曼薇激动地从身后抱住他窄腰。周连长，你升官了？那倒没有。周连长，那是你立功了？还真没有。周俊胜把最后一个菜端上桌，才笑着说，我在老家的镇上给你爸妈买的房子，虽然借一些外债，但我半年就能都还上。说着，他把钥匙递给了江曼薇。望着手里的一串钥匙，他感动的眼眶泛红了。周俊胜，你是咋想的？突然给我爸妈买房子？你弟弟要去镇上读高中，你爸妈还在村里，我就想着买个小院，让他们能住一起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三个能有个照应，你也可以放心些。江曼薇扯住他的腰带，凑到唇边亲一下。
才一脸痴痴地说：“周连长，你对我真好，让我怎么报答你才好呢？不如今晚。”话说一半，他就扯着周俊胜往里屋走了。你确定要以身相许？周俊胜轻笑的，任由他扯着自己来到床边，深邃眼里尽是对他的柔情。你不喜欢，可以推开我。他深情吻一下唇角，才凑在耳边低哑地说：“是我的荣幸。”说完，周俊胜弯腰抱起她，两人重重地跌进床里，深情相拥。这份温情终于将两人都淹没了。年末的时候，江曼薇已经放了寒假，就打算接婆婆来部队过春节，把想法告诉了周俊胜。就见他直直地盯着自己：“微微，还来不及告诉你，我有1周的假期，你要是愿意，我们可以回家过春节。”“那当然好，在这里好没意思，回家还能见见朋友。”“那行，我现在去买票，争取除夕前就能坐车回家了。”江曼薇正高兴时，周俊胜缓慢地凑近她，声音带着几分低哑：“微微，这次回老家，万一碰到王伯川，他要是敢招惹你，我就打爆他的头。”听出他话里的吃味，江曼薇先主动地偷亲他，才攀上脖子娇羞地说：“你战友都告诉你了，王伯川给我写过信，问我借钱。”他木讷地点点头。“那你战友有没有告诉你，我让他如何处理这事？”周俊胜又点点头。“我告诉你的战友，王伯川是我仇人，如果他有商场的关系，就把王伯川整垮。我最看不上男人找女人帮忙，我可是他的前女友，我跟他不共戴天。”“微微，你就这么恨他？”都说因爱生恨，周俊胜觉得这份恨意让他心里嫉妒了。江曼薇挂一下他的鼻尖，才笑着说：“周连长，你在吃醋，为一个渣男吃醋，你完全没这个必要。我江曼薇对天发誓，此生绝不会原谅王伯川，甚至恨到不想听他的名字。你还觉得我在因爱生恨吗？”他肯定地摇头，一脸愧疚地抱住他纤腰：“微微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小心眼了。我可以理解为是你太在意我吗？”他捣蒜地点点头：“有你这么宠着我，爱着我，我还有啥不知足的？周俊胜，你不要自卑，在我的心里，你比任何男人都优秀。”说完之后，江曼薇主动地吻上薄唇，想要轻轻一吻，却被周俊胜温情加深这个吻，两人都沉沦在其中，不愿分开了。“你手受伤了？”江曼薇抚摸他破皮的手，心疼的眼神让他憨憨一笑：“都是小伤，你要是哭了，我心该疼了。”“我问过张营长，你最近总是下班出去打零工，是为了还债吗？”周俊胜没有隐瞒，笑着点头：“我这还有一些工资，你拿着把债还了。周俊胜，我们是两口子，我不想你一味地为我付出，而我只是在享受这一切。”他笑着将她抱在怀里，才温情地说：“微微，我是你的男人，家里的顶梁柱，对你好，照顾你的家人，这都是我该做的，更何况我有这个能力。那好，等还完了外债，我们就要孩子，从此一家3口过上幸福美好的小日子。我听你的。”两人对视而笑，再一次温情地抱在一起，久久不愿分开了。回村过春节，江曼薇正在帮婆婆收拾厨房，就听身后有人走进来，转头望向门口，竟是苏佳瑶。她微隆的小腹看起来像是怀孕3个月，与江曼薇对视一笑：“
我找你有事。我家只有热水。两人来到客厅，江曼薇递给他一杯热水，而苏佳瑶坐在椅子上，笑着打量他，审视的眼神让江曼薇眉头一蹙，觉得有些反感。江曼薇，你也结婚快1年了吧？怎么不要孩子？我不像你，怀孕是真的，但就是不知孩子是谁的。江曼薇的话如一根刺一般，让苏佳瑶心里一咯噔，红润的脸颊瞬间就泛白了。江曼薇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我也不想抢走王柏川，是他死心塌地的要娶我，你要怪就怪你们无缘无分。气氛有些凝重了，两人沉默许久，江曼薇才笑着说：苏佳瑶，你大老远的跑来，不会就为了跟我炫耀你嫁了我不要的男人？江曼薇，我知道你跟王柏川一直有联系，但我并不怪你，毕竟王家有权有势，你心里还惦记着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但你不要忘了，我肚里怀的是王家的骨肉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那就休想抢走我的一切。苏佳瑶，认输不丢脸，吹牛就没意思了。毕竟王柏川离开他的爸妈，就变得一无所有，拿着800块的彩礼，估计也挥霍殆尽了吧。还有你跟商场经理的事，王柏川恐怕还不知道。你现在来找我示威，就不怕我把这些都告诉他，让你们就地解散？面对江曼薇的淡定，苏佳瑶竟瞬间没了气势。我就知道你心底还是惦记着王柏川。江曼薇，别想我拿钱买通你，你说的那些事根本是无稽之谈。百川很爱我，才不会信你的只字片语。既然如此，你来找我到底干嘛？苏佳瑶背对的雅言，犹豫半天才开口：江曼薇，我记得在你们订婚时，王柏川的父母给你一个金镯子，现在可以给我了。那还真不行，在你来之前，我早就把东西都还给他爸妈，而且我还给了别的东西。苏佳瑶，你就等着跟自己公婆解释你的那些谣言吧。你到底说什么？苏佳瑶真的慌了。你是一个私生女，而你的孩子极有可能也是如此。不管我说的是真是假，你的公婆心里早就认定这孩子不是他们王家的。苏佳瑶，自己孩子被嫌弃的滋味很难受吧？在上一世的时候，为了苏佳瑶的女儿，王柏川几次让她流产，最后因为身体伤害太大，江曼薇再也怀不上孩子，只能在婆婆建议下把养女当亲生女儿来养。可直到养女结婚，她都没权利到场，竟是自己丈夫和情人出面，以父母的身份送女儿出嫁的。想想这一幕，江曼薇只觉得心如刀割，而自己对苏佳瑶做的还远远不及自己受伤的1/1000。这才哪到哪，她的报复也才刚刚开始。苏佳瑶想要动手打人，却被赶回来的周俊胜及时给打落手。他冷眼地望着苏佳瑶：我不打女人，但你最好别再出现在我家。你没事吧？周俊胜将江曼薇护在身后，眼神焦急地盯着他，再看他笑着摇头，才终于释然的一笑：你们夫妻俩合伙欺负我。苏佳瑶痛苦的脸都煞白了。没人邀请你来我家，苏佳瑶，回去告诉王柏川，没钱就回家找父母要，别一味的想歪门邪道，万一哪天被警察抓起来，你确定自己要跟着一个罪犯？周俊胜的话让他倒退几步，嘴唇微颤的开口：周俊胜，
原来王伯川被抓进警察局，是你使的坏，你们夫妻俩还真是一样的没人情味。江曼微笑着，主动吻一下他俊脸，才得意地说：老公，我就喜欢你这样，雷厉风行又有男人的魅力。你们苏家瑶没脸看得背过身，因为吵不过，只能气鼓鼓地摔门走了。可她还不知道，一会儿回到婆家，等待自己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周俊胜温柔望着她，指尖挑高她的尖下巴，才痴痴地问：你真这么喜欢我？她笑着点头，不仅喜欢，简直爱惨你了。周营长，你当了4年的连长，现在终于提干，今天是不是该庆祝一下？也好，那我让咱娘今晚早早睡觉。江曼微猛地捂住他的嘴，警告地摇头：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是说好吃好喝一顿，可没想别的事。周俊胜，你现在是营长，说话做事应该注意影响。营长怎么了？也是你的男人，也要跟你过日子。微微，今晚是我们确定心意，整1年的好日子，不该庆祝一下吗？是该庆祝，那今晚咱俩不醉不休。生活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江曼微被评为优秀教师，工作顺风顺水，而周俊胜也不差，年底提干当了营长，事业也是蒸蒸日上。然而王伯川却是差得没影子，自从违背父母意愿娶了苏家瑶后，生活就变得翻天覆地，从一个优越的富家子弟，现在竟获得者卑微起来。而今年因为犯了错误，更是被抓进警局，在里面待了3天，再出来时，人都变得憔悴自卑了。过完年后，江曼微就顺路回了一趟娘家，才知家里出大事了。上高中的弟弟竟被一辆货车撞飞，现在正在抢救室里被抢救。他一脸紧张地坐在椅子上等，父亲挨他身边坐下，轻咳一声才说：微微，撞你弟弟的司机开车跑了，现在他的手术费只能咱们自己负担了。江曼微在来医院前就已经把钱都提出来，现在都交给父亲。爹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负担弟弟的医药费。爹是想把现在住的房子卖掉，这个我要跟周俊胜商量。父亲顿了一下，才又开口：微微，我听说你婆婆的娘家曾是有钱的地主，应该有不少的陪嫁，不如你回家问他要一些。你弟弟这次住院，估计你的工资根本不够，还是多备一些钱吧。周俊胜那里，你也通知他一声，能多借一些就多借点，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才能熬过这个坎。江曼微想要对回去，就看到走过来的周俊胜，淡笑地开口：爹，这是我借的钱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好，微微也累了，你带她先回家吧。父亲哪是心疼她，分明想让江曼微回婆家再拿钱。微微，你别太担心，我刚才问过医生，弟弟的伤势不严重，只要细心疗养，一定能康复。周俊胜安抚地抱住她，温柔轻拍着后背，希望能让她宽心。周俊胜，我娘身体不好，需要常年吃药，现在我弟弟又住院了，我想不能再拖累你了。听他说完，周俊胜笑着摇头：微微，我们是夫妻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我们都要一起分担，哪怕是砸锅卖铁，我也要帮弟弟把病治好。可是这样你会很累，极有可能被我娘家一直拖累，我不能太自私了。听他说丧气话，周俊胜温柔在额头吻一下，才温情脉脉地说：微微，
我爱你，就会爱你的家人，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，弟弟的手术很成功。在医院调养了半年，弟弟终于能够回到学校继续读书了。而撞伤弟弟的货车司机也在警察的追捕下，终于在半年后落网。拿着货车司机给的钱，还了全部外债，无债一身轻后，江曼薇终于释然的一笑，没有负担，连阳光都变得柔和温暖了。他望一眼身旁的周俊胜，爱的人依然在身边，这或许才是自己重生回来的意义。又过去2年，江曼薇从医院出来，拿着刚做的早孕单子，嘴角微微一扬。结婚快4年，她终于怀孕了。可当她回到大院，却接到部队的电话，说周俊胜因为执行任务受伤，正在部队医院做手术，极有可能会致残。她焦急地冲出院子，骑车去了部队医院，整整守在病房3天，周俊胜才悠悠醒来。在看到他的那刻，伸手抚上苍白的小脸，微微，我没事的，你腿差点断了。他心疼的眼眶都红了。周俊胜安抚的一笑，只要还留一条命，我就能一直守着你。拿命去爱一个人，值得吗？他委屈的眼泪婆娑了。值得，不过我腿受伤，可能一辈子站不起来。微微，你还要我吗？他紧张地问。江曼薇苦笑着摇摇头，就让他脸瞬间白了。那，我这就跟你办离婚手续。说到最后，他嘴唇都轻颤了，惨白的脸变得更难看。周俊胜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特委屈？2年前，你为我倾尽所有，守住我的弟弟，现在你只是腿断了，我就要跟你离婚，心里感觉万念俱灰了吧？他挤出笑的，伸手抚上他小脸。就算你不提出来，我也想跟你提的，毕竟我以后可能是残疾人，让你一直照顾我，我都觉得你委屈。微微，无论你以后嫁给谁，我都祝你幸福。江曼薇伸手掐住他的腿，受伤的地方传来绞心的痛，而他却是愣没有吱声。周俊胜，你的腿还有直觉，这辈子残废不了。还有，我是你媳妇，从嫁给你那一天就没想过离婚这档子事，你要是敢提离婚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微微，对不起，让你替我担心了。他温柔地吻上粉唇，却被江曼薇狠心推开，一脸委屈地盯着他。周俊胜，我刚才摇头，是想告诉你一句，我非但不会抛弃你，反而会更爱你。毕竟你孩子再有半年就出生了，他们不能没有爸爸。你怀孕了。他激动地抱住江曼薇，眼神灼灼地盯着粉嫩的小脸，傻笑得像个孩子。已经怀孕3个月，是双胞胎。周俊胜，我现在警告你，等半年后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你必须抱着我进产房。我发誓会让自己早一天站起来，一辈子都当你和孩子们的依靠。周俊胜大手一拉，江曼薇就顺势跌进他怀里，两人深情相拥。这一刻，他们眼里只有彼此。他小心翼翼拭去他眼角的泪水，炙热的眼神让江曼薇小脸发烫了。而门外的战友在看了这一幕，悄悄关上病房门了。经历这么多，他们的身边还是彼此，这或许就是最简单而纯粹的爱了吧。全剧中，